世人皆求长生，可若这长生要以挚爱之血来换，那这天道留之何用？顺归凡，逆化仙，今日本尊便杀穿这伪善的苍天！每一颗虎毒被招，连一碗稀粥都换不来。可那却是唯一能换取丹药的希望。婉儿，拿去吧，废品罢了，也当个宝。血流管事，血流管事。婉儿，再等等，熬过这个冬天，你的寒毒就有救了。哟，这不是咱们杂役峰的疯狗陆渊吗？王师兄，见过王师兄，见过两位师兄。这个月的孝敬呢？别说不懂规矩。回师兄，小人这个月的灵石已悉数上交，实在是一块都没有了。没有，我可是看见你偷偷摸摸藏了东西，想自己留着。王师兄误会了，那不是宝物，只是小人带来的半个发霉杂粮饼，怕泡烂了才捂着。师兄千金之躯，怎能看上凡俗安糟之物？这是小人昨夜在断崖边采到的青灵草，本想留着疗伤，既然师兄需要，全当孝敬。连灵根都没有的凡人，居然敢去那火毒弥漫的地方采药。真是一条贱骨头。晦气，沾了一手贱奴的血，师兄息怒，跟这种凡俗蝼蚁置气，不值当。说起来，今日内门魏无咎长老出关，察觉山下凡人村落有太阴之气现世，特去寻仙苗了。太阴之气，正是。魏长老玄阴功卡在筑基后期，若能采补一个太阴体质的凡人女子，突破金丹指日可待。凡人女子采补，被魏长老看上，还真不知是他的福气还是祸事。当然是福气，区区凡人能成为仙师顶徒，那是祖坟冒青烟了。听说是在山下一个叫长林村的穷地方。长林村，太阴之气。婉儿每逢月圆如坠冰窟，大夫说是寒毒，难不成那不是寒毒，是太阴之体？那村子穷得响叮当，谁家女儿能被看上？真是祖坟冒青烟了。婉儿，婉儿，等我。婉儿，等我！
王大爷，胖婶儿，阿黄，铁柱家的娃娃，怎么会这样？婉儿！真是暴殄天物，区凡女不知好歹。能被本座选中，本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分，竟敢自碎心脉，愚不可及，坏了本座的道基，这全村蝼蚁的命就当利息了。自碎心脉，引爆太阴之气，这个傻丫头竟然……婉儿，别怕，我拿到了，我拿到洗髓丹了。婉儿，你睁开眼睛，你看看，这是洗髓丹，能洗精伐髓，去除寒毒，吃下去就好了，吃下去你就不冷了。我带你去看山外面的世界，婉儿，你睁开眼睛啊！你张开嘴吃了它，吃了它就好了。远哥哥，我在，婉儿，我在。婉儿干干净净的，没有给那些仙师碰。我知道，我知道，婉儿最干净，婉儿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人。你要好好活着。丹药放在盒子里会磕坏，用布垫着就不怕了。你这绣的是什么？是兰花？我还以为是泥巴。等婉儿学会绣了，给渊哥哥的衣服上也绣一朵。好，我等。
婉儿没死。小子，你手中是何物？不可能，那种吞噬一切的气息，错不了。这是早已遗失的上界神器岁月桂。区区凡弩竟身怀上古神器，看来本座今日也不是全无收获。把那块石头交出来，本座可以留你一具全尸。冥顽不灵。把它交出来，你保不住它。交给我，本座可以饶你一命。必须拖延时间，只要多一些，婉儿就多一些生机。太阴终于出现了。悄无声息的近身，一根枯枝破掉护体灵光，这修为至少是筑基大圆满。来者何人？前辈，天道盟的狗鼻子倒是越来越灵了。前辈误会，晚辈乃天道盟外围执事，奉命下山捉拿妖孽，不知前辈在此办事，多有冲撞，还望前辈看在天道盟的面子上，高抬贵手。面子。
留你一条狗命，滚回去告诉你们盟主，太阴的局逆命阁接了，不怕死的就来北域绝地找老夫。逆命阁，逃！必须立刻逃！光阴之主的东西怎么会在此界？又怎么会任一个凡人为宿主？光阴之主逆命阁记载过，万年前他陨落之前曾说过一句话：吾将本源一分为二，一缕入轮回寻他，一缕入凡尘等他。原来那缕等他的本源就是岁月龟，两件上古禁忌同时出现，这局棋看来逆命阁非接不可了。小子，放手吧，心脉已碎，太阴之气倒灌，他已经是个死人了。你手里的石头只能留住他一时的残魂，救不了他的命。婉儿没死，他刚才笑了，我看见了，他没死。他现在的状态叫做留魂，若不是你手中这块石头强行逆转了小范围的时空法则，锚定了他最后一缕残魂，否则他就已经魂飞魄散了。但这只是饮鸩止渴。救他！只要能救他，我的命是你的，我的魂是你的。你要我做牛做马，你要我去当炉鼎，我都去。哪怕你要我去杀光天上所有的仙人，我也去救他。杀光天上的仙人，就凭你这没有半点灵根经脉堵塞的废体，你可知天有多高，仙有多强？罢了，这苍茫界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种连命都不要的疯子了。既然光阴之主的信物选择了你，这局棋老夫替逆命阁接了。我不能闭眼，绝不能闭眼。只要一闭上眼，他就会像在长林村时那样，化作满天的冰晶消散。他的命暂时保住了。
谢谢。老夫救他不是为了你的道谢。太阴圣体万古罕见，他体内的太阴之气乃是天地间至寒至阴的本源之力。这种力量一旦完全觉醒，不仅能冻结万物，更能冻结时间和因果。这就是为什么天道盟的那群伪君子会像闻到血腥味的苍蝇一样盯上他。天道盟自诩代表苍天意志，掌控9天10地的秩序，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一群贪婪的窃贼，四处搜拉像他这样的特殊体质，吸取本源之力突破瓶颈。一旦被他们带走，他将被榨干最后一滴精血，生不如死。那前辈的逆命阁呢？这世上绝对没有无缘无故的救赎。逆命阁，我们不过是一群被天道遗弃，甚至是被诅咒的疯子。我们不求长生，不求飞升，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高高在上的天道盟从那伪善的神坛上拉下来，把这该死的苍天捅出一个窟窿。老夫在他体内布下了锁魂逆命阵，暂时压制了反噬，但这阵法只能维持1年。1年？不错，1年之后阵法必将崩溃。如果不能找到彻底封印或者让他掌控的方法，他就会变成一个只知杀戮的怪物。老夫会带他回逆命阁总阁，那里有最庞大的古籍和最顶尖的阵法师，只有那里才有一线希望能救他。我和他一起去。你去了能做什么？替他挡刀？还是用你这具连凝气1层都不到的凡人废体去抗衡天道盟的追杀？小子，这世上最没用的东西就是弱者的深情。逆命阁不养废人，带他走是因为他是太阴圣体，是一枚可以用来对抗天道的顶级棋子，而你对老夫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我可以杀人，我没有灵根，我命贱，但我不怕死，我可以做那把刀。老夫给你3天考虑，想做那把刀，就自己走回青木谷去。回青木谷？魏无救见过我的脸，这不是自投罗网？他还有精力管你？老夫那一丝死气，废了他近半的修为，伤及了寿命。没有3年5载的闭关，他是不会出关的。就算想找你，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宗门眼里，死在长林村的只是微不足道的蝼蚁。既然他们毁了你的村子，你就去毁了他们的根基，把青木谷的宗主令踩在脚下，你才算有见他的资格。这是你凡人岁月的最后期限，好好跟他道个别吧。婉儿，对不起，我没用。我攒了3年的洗髓丹，还是没能保护你，没能保护村子。什么太阴圣体，我听不懂。
我只知道你是雪地里给我半碗热粥的傻丫头。我怎么能放心？仙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把你当顶炉。等我不在你身边，谁来给你挡暗箭？所以，我得去找你。1年之内，我会踏平青木谷，把所有敢打你主意的人全都杀干净。等我，我会回来见你，谁也拦不住。把杀意压下去，一点点压下去。哪个不长眼的畜生在外面挡道？不知道本管是在清修？好你个小畜生！整整失踪了4天，你当这杂役峰是你家开的客栈吗？老子还以为你死在山基地了。说，去哪儿了？刘管事息怒，刘管事饶命！小人下山去送药，结果遇到雪崩，被困在石洞里，差点冻死。好不容易熬到雪停，小人连滚带爬就赶回来了，一刻都不敢耽搁。雪崩，你小子的命倒是硬，不过既然没死，耽误了4天的活儿，怎么算？小人不，小人日夜不休的赶，一定把飞弹炸清干净。晚了，内门传话，今晚要清空3号丹炉的火毒废汁，那玩意儿毒性大，杂役沾上就死。你去。刘管事，这会死人的。不去，不去，现在就死，自己选。我去，多谢刘管事不杀之恩。哼，算你识相。今晚子时，来后山废丹崖找我拿3号炉的钥匙。晚一夕，打断你的狗腿。
该死的凡奴，怎么还不来？刘管事，不想活了，还敢让本管事等你？钥匙拿去，赶紧滚去清理！哎呦，小人该死，小人手冻僵了。真是没用。陆渊，你找死！对于一个没有灵根的凡人来说，你的杀人手法干净的让人惊艳。凌晨，青木谷外门弟子，平时极其低调，但我见过他练剑。他挥出的每一剑，都带着深入骨髓的恨意。你看到了？我全看到了。利用示弱拉近距离，用火毒废胶封喉断绝他施法呼救的可能。你算计的极其精准，对自己也极其残忍。你甚至算准了我会在这里。你每天子时都会来这片废丹崖后的断崖练剑，3年如一日。我既然要在子时杀他，自然瞒不过你。所以，你是故意做给我看的。杀他是为了我自己，让你看到，是顺便。你不怕我杀了你灭口，或者把你交给执法堂？你不会，因为你和我一样，骨子里都恨透了这个地方。你为什么回来？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我本是北疆林家的少主。5年前，青木谷看上了我林家守护的微型灵脉，他们没有谈判，没有强买，只是在一个夜晚，派了2个内门长老，将我林家上下137口人屠戮殆尽。我当时被藏在地窖里，侥幸逃过一劫。后来我隐姓埋名，以散修身份拜入外门。我在这里装疯卖假，低调隐忍。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这就是我在这里的理由。你呢？你一个凡人，好不容易逃下了山，为什么还要回来送死？我的理由很简单，山下有一个人在等我。一个女人，是我活着的全部理由。为了一个女人，你敢杀宁气气管事？你敢回这个吃人的宗门？我说过，为了她，哪怕是要去杀光天上所有的仙人，我也去。1品疗伤丹，吃下去死不了。谢了。尸体我来处理，明天只会传出他失足坠崖的消息。没人会在乎一个贪婪的外门管事。我需要情报。你要什么？青木谷护山大阵的阵眼分布图，还有3个月内宗门内部的王位轮换规律。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要毁了护山大阵，就凭你做得到或者做不到，这是我的事。你只需要告诉我这些东西在哪里。曾经阁
外门和内门交界处，防守最森严的地方。你想要的东西都在那里。好。这千金阁外围的迷虚天阵，每半个时辰会变换一次阵眼。巡逻的内门执法队刚刚过去，我们有10息的时间破阵，半个时辰的时间在里面搜寻。半个时辰一到，无论找没找到，必须撤出来。足够了。还有一件事，藏经阁由驻机器太上长老坐镇，他的神识会不定时扫到整座塔楼，没有任何规律可腾。凡人能躲过神识吗？不能。筑基期修士的神识能感知生命气息和灵魂波动，趴下平气装死都骗不过。林家祖传的隐息玉，能在筑基神识扫至时将存在短暂抹去。你拿着，那你呢？我能在5楼用阵法硬扛，你比我的危险大，你拿着。你用？我试过了，刚才那一下，他在我手里没反应。这玩意儿要修士的真元才能催动吧？这迷虚天阵在阵眼变换的瞬间，会产生不足一息的感知断层，但那个断层没有规律，不可能预测它出现在哪一层。那就是赌呗。我回来是因为山下有一个人在等我。如果我今天赌输了，死在这里，那是我的命，跟你没关系。你拿玉去5楼拿阵图，我死了，你就自己把千木谷炸了。好。跟紧我，走。1楼到3楼都是基础功法，4楼以上才是核心。天道盟分布图和剑元地灵图在第5层机密室里，那里有独立的灵石封印，我有秘法解开它，但必须全神贯注，绝对不能被打扰。我去2楼放风，顺便找找有没有关于特殊体质的记载。好。别人说过，那是太阴圣体，一个能让天道盟疯狂追踪的体质。我必须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极阴之极，是为太阴。太阴圣体，非凡胎可遇，乃上界大能陨落，真灵不灭，堕入轮回之显化。然此为大不祥之兆。太阴本源内藏远古神君之暴虐意志，宿主灵魂将被彻底吞噬，化作只知杀戮之太阴魔女。太阴陨落之际，其挚友光阴之主亦失踪于9天之上。据残卷所载，光阴之主乃执掌岁月长河，名讳早已失传。
传说他散尽神格，化作顽石一粒，坠入凡尘。才不元婴，抹杀灵魂，化作太阴魔女。如果不能找到彻底封印的方法，他就会变成一个只知杀戮的怪物。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天道盟根本不在乎他会变成什么怪物，他们只想把苏婉当成一颗人形的大补丹。谁？他又醒了，就像在长林村一样。看来只有真正的生死危机，才能强行唤醒他。原来是只畜生！你刚才做了什么？活着就行。我用它硬扛了3血，你呢？我那不叫扛，我那叫命大。东西拿到了吗？拿到了。天道盟在北域的分壁图，以及你心心念念的剑渊地形图。撤。你要情报，要地图，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个阵眼不只是湖山大阵的支撑点。你怎么知道的？我在这3年，也并非什么都不知道。剑渊底下镇压的是一条小型地脉灵根。阵眼如果碎了，灵根就会暴走，轻则枯竭，重则炸裂，到时候整个青木谷的灵气都会陷入混乱。护山大阵会碎，长老们自顾不暇，这里会变成一片灵气废墟。你要去毁掉灵根？对，我要彻底毁了青木谷。但你要想清楚，剑渊底下除了阵眼，还有别的。传闻剑渊中镇压着一只远古凶兽，你进去之后，不一定能活着出来。我知道，那就看谁的命更硬了。简直是个疯子！7日之后，是青木谷10年一度的外门大比，到时候
防卫力量会集中在主峰，那是剑渊防守最薄弱的时候，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7天吗？好，就定在7天后。7天之后，大比之日，便是青木谷覆灭之时。刘全死了，修仙者根本不在乎外门管事的死活。执法堂立刻换了新人，而距离外门大比还有7天。吃吧，你看上去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身子还在发抖。昨天晚上你回来的时候，身上沾着血，老头子我都以为你活不过昨晚了。你给我了，你自己吃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在这破地方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仙长们不把我们当人看，我们自己要是再不把自己当人看，那就真的完了。吃吧，别死在这儿。承让。在他倒飞出去的那一瞬间，他避开了所有致命的角度。那一记火球看似凶猛，其实连他的皮肉都没有伤到。凌晨，他在藏住。
7天后，如果我只会像疯狗一样扑咬，连藏经阁大门前的守卫都杀不死。明天过了辰时，内门长老会开启剑渊外围的封印，提取一丝剑气，作为外门大比前10名的奖励。那是剑渊结界唯一会出现裂隙的时刻。我会用你在藏经阁道出的阵图，强行撕开那道裂隙，潜入进去。但那最多只有半炷香的时间，半炷香内不出来，惊动了太上长老，我们都会被搅成肉泥。明天可能会死。我知道。怕吗？以前怕吃不饱，怕挨打，怕攒不够零食，怕管事一个不高兴就打死我。因为我怕我死了，山下的那个人就活不成了。现在怕也没用了，有人还在等我，我不能让他等太久。这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凡人身上，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压迫感。明早见。明早见。
只有半炷香的时间，跳！那个东西醒了。300年了，终于又有活着的血肉掉进了这个该死的牢笼，而且还有一个是凡人。青木谷的杂碎们是连灵根弟子都死绝了吗？身上怎么会有那位大人的气息？那位大人，本座只在万年前见过一次，那时本座还小，跟着老主人参加神魔大战，可惜呀。他是老主人一生中最尊敬的神君之一，一位执掌岁月法则，与太阴神君并肩而战，镇压过那个时代的万魔，世人尊称他光阴之主。光阴之主，与那本古籍上记载的一致。后来太阴陨落，玄机也消失了。老主人曾说，太阴陨落的那一天，光阴长河断流了整整100年的时间。万年来，老主人一直以为玄机战死了，没想到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是这位神君用全部神格换来的遗物，他不该出现在一个凡人身上，但他既然选择了你，说明他在等的人到了。等我。有些答案不是本座能告诉你的。去吧，既然你带着他的信物，这里的东西，本座不拦你。时间不多了，拿神经。
古籍中记载，这里只有远古凶兽。从未提过，这里还封印着上古英灵的残魂。10000年了，老夫独孤寒终于重见天日。咦，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凡人废体，被老夫的剑意压制着，竟然还没倒下。凡人之躯没有一丝真元，竟然能凭借纯粹的恨意和执念凝聚出剑心。原来之前是你引动老夫的共鸣。小子，你为何挥剑？你要杀谁？杀仙。杀仙？就凭你这具破烂的凡人躯壳？老夫当年一剑劈开天河，斩杀真仙无数，最终却落得个肉身崩溃，残魂被困此地10000年的下场。天道不公，仙人皆是伪善之徒。小子，既然你敢以凡命逆天，老夫就成全你。老夫这里有一剑，名曰逆命。逆命一剑，不需要灵根，不需要真元，只需要你献祭自己的一切。你敢不敢接？代价而已。剑盟的传承，连衣袍都是杀气所化。小子，你现在看起来终于不像个凡人了。阵眼破了，灵根要爆走了，半炷香到了，快走！
走。三个故人的气息，太阴、光阴、独孤，万年了，三个人的因果都落在一个凡人身上。这苍茫界也该变天了。怎么回事？护山大阵碎了！一群废物，连个阵眼都守不住。若不是本使者恰好巡查北域，今日天道盟的脸面都要被你们丢尽了！在那里，碎了，护山大阵碎了，青木谷的根基毁了，你们也有今天，全完了！想走？凭你们两只蝼蚁，也敢动我天道盟的根基？金丹期，可恶！我算准了青木谷所有的力量部署，唯独没算到天道盟的巡查使竟然会在此时抵达。没想到还有一个没灵根的，真是出乎意料。把神经交出来，本使者搜魂之后，
赐你形神俱灭。休想！哼哼，螳臂当车。逆命，只需要献祭自己的一切。该死！灵脉竟被引爆了！先退！走！你要干什么？大阵毁了，灵脉断了，你的任务结束了。带着那块石头下山，跑得越远越好。那你呢？我还有债没收完。那个金丹期的使者马上就会戳破余波，你现在去主殿就是送死！见到了再说。陆渊，别死！你也是。拦住他！他是个疯子！这是那个杂役风的疯狗陆渊，他怎么敢？逆贼，胆敢毁我山门，杀我弟子，今日便是你的死期！3个内门长老，就这些？一个杂役也配与老夫叫嚣？拜见归尘，去！什么？
怎么可能？竟用煞气硬逼寒气！九转金炎，第一转。剑都握不住了，那就到此为止。这小子换左手威力不减反增，此子不除，我青木必亡！结阵！紫电诛魔阵，绞杀！剑道之极，不在力，在势。一剑便是万剑。你们拦不住我。是你这个卑贱的凡奴！你用剑指着我，你这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凡人，竟然敢用剑指着本座！跪下！我知道你为什么来送死，为了长林村那个病秧子，那个叫苏婉的丫头。你以为你在守护什么？那个女孩？你真以为被那个黑袍怪物带走，她就能活下来？她早就不是人了。太阴圣体觉醒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死了。你用3年血汗换来的，不过是一具装载着远古魔神意志的躯壳怪物。说完了吗？就算他
是怪物，也是我陆渊的怪物，轮不到你来评判。真是精彩，精彩绝伦！凡人之躯，竟然能承载如此霸道的远古剑意。你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是那块隐匿你神识的石头，还是这剑意本身的传承？可惜了，凡人终究是凡人。挥出这一剑，你已经油尽灯枯了吧？把你的秘密交出来，本使者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否则搜魂炼魄之苦会让你后悔生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秘密，我只有一条烂命。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渊哥哥，这是什么力量？谁动他，谁死。区一个还未完全觉醒的容器，也敢让本使者下跪！
天道无极，锁神附魔，给本使者战！破！母子两立！你这具凡人躯壳，能承受神君几息的力量？就是现在！玄阴尸骨起！袁哥哥，别碰他！活下去，活下去！滚开！天道盟不会放过你们，九天十地没有你们的容身之地。这话去跟长林村的村民说吧。该死！太阴圣体，岁月之主，逆命剑意，三个上古禁忌都操到了一起，今日不可力敌，再拖下去，一旦那神君意志彻底觉醒，我连逃命的资格都没有。这笔账，天道盟记下了，下次见面不会只有本使者一个了。
真的做到了。前辈，他用命魂链接救了我，他现在的身体……那道锁神链打断了老夫布下的封印。不仅如此，他强行开启了太阴一脉的禁忌秘术，将他本该用来压制神君四肢的生机渡给了你。太阴之力已经开始反噬。老夫当初在溶洞里说过，锁魂逆命阵最多能维持1年，但那是在他不动用任何太阴本源的前提下。这2次消耗将1年的缓冲期压缩到了极致。他还剩多少时间？3个月。3个月后，若不能找到彻底封印之法，或者能承载太阴本源的无上神器，它会被彻底吞噬。到了那个时候，哪怕是倾尽逆命阁的底蕴，也必须亲手杀了他，以防苍茫界化作死域。这是逆命阁的底线。以前在杂役峰，那些外门弟子叫我疯狗，他们觉得我疯，因为我为了半块下品灵石，可以在泥水里给管事磕100个响头。其实他们不懂。后来婉儿病了，病得很重，我想让她活着，哪怕我吃火毒废渣当下人，但只要她能活着看一眼山外面的世界，就值得。现在你们告诉我，她只剩3个月，那我就用这3个月去把那个方法找出来。找不到，我就陪他一起死。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活。就这么简单。3个月，比3年都长，够了。前辈，如果在最后我真的变成了那个会带来灾难的怪物，请你在婉儿伤害他之前杀了我。不行！元哥哥，元哥哥，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在5年前那个下雪的冬天遇到了你。如果我这条命的终点是变成一个会伤害你的怪物，那我宁愿就停在现在。天道因果真是造化弄人。我要去一趟中原，玄冥神境的封印，以及太阴之体的线索。北域查不到，我必须去中原腹地。那里的情报网可能有线索，我会尽我所能，找到破解之法。你好好活着，3个月内中原见。好，中原见。
既然那个老疯子的剑意在你身上，神君的信物也认你为主，本座便跟着你，去看看这苍茫界到底还能被你搅出多大的浑水。开出怎样的结果？看着你3年1000多个日夜，婉儿，对不起，这丹药没能治好你。别道歉，你吃的苦比这丹药重10000倍。这块石头好像等了我很久，比17年还要久。太阴，你果然还活着。